湿热体质者常见面部不清洁感，面色发黄、发暗、油腻，牙齿比较发黄、牙龈、口唇比较红。湿热体质的大便异味大，臭秽难闻，小便经常呈深黄色，异味也大。湿热体质的女性带下色黄，外阴异味大，经常瘙痒，舌红苔黄。形成湿热体质，一方面是先天因素，先天禀赋的不同，则决定了体质差异的存在。灵枢天年认为，人之始生，以母为基，以父为媒，血气已和，营卫已通，五脏四成，神气舍于心，魂魄必聚，乃成为人。灵枢受邀刚柔也提到，人之生也，有刚有柔，有弱有强，有短有长，有阴有阳，说明人类的这种体质差异与遗传有重要的关系。后天也很重要。湿热体质在古代医著中有一些零散的论述，古代医家常将湿热体质称为九克、九家、九克备、宿禀湿热、湿热者、木火之人、湿热素盛、湿热体气等等。这里所谓的家人，相当一部分是指的病人就诊时或就诊前所处的体质状态而言的。有些家是指的宿疾在病理体质上的反应，有些可以是偏颇体质本身，如《伤寒论》中多次提到的九克，即是指湿热体质之人。如果一个人抽烟、喝酒、熬夜三者兼备，那注定是湿热体质，滋补不当也促生湿热体质，常见于娇生惯养的独生女。肝炎携带者也容易导致湿热体质，长期的情绪压抑也会形成湿热体质，尤其情绪压抑后借酒浇愁者。湿热体质者易感皮肤、泌尿生殖、肝胆系统疾病。一般来说，湿热体质应当从下面4个方面进行调养。首先是饮食调养，湿热体质者要少吃甜食、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少喝酒。所有食物里边湿热之性最大的就是酒。湿热体质的人宜食用清利化湿的食品的食物，如绿豆、苦瓜、丝瓜、菜瓜、芹菜、荠菜、芥蓝、竹笋、紫菜、海带、四季豆、赤小豆、薏仁、西瓜、兔肉、鸭肉、田螺等。不宜食用麦冬、燕窝、银耳、阿胶、蜂蜜、麦芽糖等滋补食物。其次，尽量避免在炎热潮湿的环境中长期工作和居住。湿热环境特别适合螨虫、细菌、真菌的生存，家里的细小角落、空调、地毯、布艺沙发等都是这些微生物爱藏匿的地方。而湿热体质的人皮肤又特别容易敏感，因此家居环境一定要注意清洁，避免过度湿热，最好不要用地毯或布艺沙发。另外，湿热体质的人最好穿天然纤维、棉麻、丝绸等材质做成的宽松舒适、透气性好的衣物，尤其是内衣、内裤更重要，不要穿紧身的，以免妨碍湿气的散发。接着是药物调养。湿热体质的人或夏季气候闷热，体内容易产生湿热症状的情况下，可以适当喝点凉茶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大家在制作凉茶的时候，所有中药材每次取10克即可，一次饮用量也不宜太多，每天喝上2到3次就够了。也可以吃些车前草、淡竹叶、西黄草、木棉花等，这些药一般来说不是很平和，不能久吃。另外，可用薏米仁和大枣熬粥喝，薏米仁要熬到全部都裂开为佳。薏米仁具有清湿热、抗病毒的作用，而大枣则有补脾胃的作用。最后是经络调养，需注重肝俞、胃俞、三阴交。湿热明显时，首选背部膀胱经的刮痧、拔罐、走罐，可以改善尿黄、烦躁、失眠、颈肩背疲劳酸痛。上述穴位不要用艾条灸，可以用拔罐刺穴法等泻法，可以让湿热很快的疏泄出来。拔罐刺穴需要专业的规范操作，因而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疗养生机构操作。湿热体质容易引发诸多毛病，其中常见的就有脚臭和长痘。本节主要针对这2个毛病教你如何处理。脚臭其实是脾湿燥的孽，人们通常认为脚臭的人是天生的旱脚，没有办法改变。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
汗脚和臭脚多是由皮湿造成的，只要将皮湿调养好，脚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。中医上讲，诸湿肿满皆属于脾，汗脚就属于湿的范畴。脚特别臭的人是因为脾大，而脾大则是由于脾脏积湿，脾湿热的时候，脚就会出又黄又臭的汗，就形成了汗臭脚。想告别汗臭脚，就应该吃一些清热祛湿的药，可用方剂5皮散合防己黄帽汤加减。具体方药如下：生姜皮、桑白皮、陈橘皮、大附皮、茯苓皮各9克，黄灭15克，白术12克，厚朴9克，炒甘草6克，大枣5枚。水煎服，1日忌煎3次，饭后2小时服。然后每晚都用热水或者明基水泡脚，明基具有收敛作用，可以燥湿止痒。还可以适当多吃些健脾祛湿的扁豆。另外，民间有一些土方子治疗脚臭的效果也不错，比如把土霉素药片压碎成末，抹在脚趾缝里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出汗和脚臭，因为土霉素有收敛、祛湿的作用。湿热体质益生痘，平衡火罐可防治。对于湿热体质的人来说，脸上生痘可能是一个极大的困扰。在此，我们只向大家简单介绍拔罐治疗方法。湿热体质祛痘一般采取的是刺络拔罐法，方法如下：取穴大椎、肺俞、脾俞。先用3棱针快速点刺各穴，至微出血为止。针刺后拔罐，留罐15至20分钟。起罐后用酒精粘球在针刺处消毒。3天1次，7次为一个疗程。另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脸上长了痘，切忌用手挤压局部。经常用温水肥皂洗涤面颊，后在清水中滴几滴纯甘油，洗涤面颊，保持皮脂腺通畅，因为甘油具有溶解皮脂的作用。尽量少吃油腻厚味及辛辣之品，多食蔬菜和水果。可以经常泡麦冬、双花、生地代茶饮。冬虫夏草又称夏草冬虫，与人参、鹿茸一起列为中国3大补药。据现代医学研究分析，虫草体内含不饱和脂肪酸、虫草酸、维生素 B12、脂肪、蛋白质、多种生物碱等营养素，是著名的滋补强壮药。冬虫夏草首次记载使用是清代吴仪洛《本草从心》，书中认为冬虫夏草性味甘温，功能保肺益肾、止血化痰、止劳嗽。药性考记载逆经益气，专补命门，适用于肺肾两虚、精气不足、咳嗽气短、自汗盗汗、腰膝酸软、阳痿遗精、劳咳痰血等病症。由于其药性温和，与其他滋补品相比，具有更广泛的药用和实用性，是年老体弱、病后体衰、产后体虚者的调补药食佳品。比如肾衰、接受放化疗的肿瘤患者，或刚做完手术的患者，可以每天吃1-2颗冬虫夏草。建议用冬虫夏草泡茶，每天喝上几杯，等泡软以后，可以嚼了咽下去。然面，冬虫夏草毕竟是补药，不适合所有人群。首先，体质偏湿热的人最好别吃。现代人饮食多油腻，常常大鱼大肉，不少人体内湿热，积蓄的新陈代谢产物排不出去，再加上工作压力大，感觉疲劳，他们经常会吃点冬虫夏草进补。但疲劳未必是体虚的表现，除病后、产后等原因明确的体虚者，其他人要吃冬虫夏草，最好先到医院咨询医生。如果盲目进补，可能上火，并且过量服用还会导致心慌气短、烦躁、面部红斑及四肢浮肿等病症。热性体质的人，有实火或邪盛者、高血压、中风患者以及肿瘤病患者，在放疗期间也应慎用或不宜吃冬虫夏草。因感冒而引起的咳嗽或其他急性咳嗽的患者也不宜食用。此外，孕妇及哺乳期妇女、婴儿、妇女月经期都应禁服冬虫夏草。